遇到这种题，看看它形一样不？都是指数的形啊，我用指数函数也可以，我用幂函数也可以。反正呢，指数函数和幂函数的区别就是，要么你底数相同，指数在变，你就启用指数函数；要么呢，你就底数在变，指数相同，你就启用幂函数。如果我的式子里又有对数的形式，又有幂的形式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引入中间量，各自考察你们是正的还是负的，是大于1的还是小于1的，进行一个初步的比较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。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新的类型。第2道题比较大小，我们来读一读题啊。这道题是log 以 a 为底1/4小于1/4的 a 次方小于1，a 的1/4次方也小于1。给了我3个数不一样的啊，有幂的形式，有幂的形式，有对数的形式，都是小于1的。所以对于它，你看作为底数，它是指数，它是底数。它让我求 a 的取值范围。所以第一个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引入函数，比如说我令 f(x)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。我先考察一下，比如说我先考察 a 是大于1的。若 a 大于1，这个对数函数底数大于1穿过10单调递增。那么当你的 x 取1/4的时候，你看它就是个负数，负数当然小于1了，所以 a 大于1可以。那么如果我的 a 大于0小于1，你不是等于1吗？我先考察等于1，它不是小于1吗？我先考察等于1，也就是 log 若 log 以 a 为底1/4的对数，假如你等于1，a 的 b 次方等于 n，a 的 e 次方等于1/4。好了，我要画图，底数大于0小于1，图像一定是穿过0，1单调递减的。那么如果我现在是 y 等于 log 以1/4为底 x 的对数， x 取1/4的时候，它就是1啊，它是等于1的。那么这条线就是 x 等于1/4，可是题中说 x 取1/4它要小于1，说明我的图像的是比刚才的图像要扁一点儿。x 取1/4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值就落在1的下方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，以1/10为底的靠近 x 轴，以1/2为底的远离 x 轴。越是靠近 x 轴，当底数大于0小于1的时候，越是靠近 x 轴它就越小，即特例，1/10在里，1/2在外，所以你越在里你就越小。那么我的 a 等于1/10不行，我的小于1/10。再结合 a 大于0小于1，这是0，这是1/4，这是1。本身你单调递减大于0小于1，还要小于1/4，所以最后的结果，我的 a 应该是大于0小于1/4，它是可以的。所以考察第1项小于1，我就得到了2个可以的结果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2项。第2项呢是1/4的 a 次方，它是小于1的。它是不是个幂的形式啊？幂的形式你愿意考虑指数函数也可以，愿意考虑幂函数也可以。我呢比较习惯于指数函数 y 等于1/4的 x 次方，指数函数底数大于0小于1，穿过0，一单调递减。你的 x 取 a
它要小于1，那你这个 a 就只好落在 y 轴的右侧，得到的结果它才在1的下方，所以只要 a 大于0就可以了。就满足它小于1。接下来下一个同样道理，我依然是考察 y 等于 a 的 x 次方指数函数。当 x 取1/4的时候，它的 y 值是小于1的，所以这个底数显然就得底数 a 大于0小于1，下降趋势的。当你的 x 取1/4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结果就落在0、1之间，它就是小于1的。所以我的这个 a 它应该大于0小于1。这3个我都考察完了，我得到的结果有 a 大于1、大于0小于1/4、大于0、大于0小于1。我把它们都表示在数轴上，这是0，这是1/4，然后这是1。我先表达第一个 a 是大于1的，要高低错落开。a 大于0小于1/4， a 要大于0。a 要大于0小于1，所以你看，谁是3乘出现的地方呢？1个、2个、3个，3个不等式得到的结果，第一个不等式得到的结果，它们俩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另外2个都是高一点高一点，3个不等关系要公共部分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 a 大于0小于1/4，3个都要满足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A。 好了，这个就是比较大小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举了2个例子，讲一讲比较大小。我们遇到这种题，看看它形一样不？都是指数的形我用指数函数也可以，我用幂函数也可以。反正呢，指数函数和幂函数的区别就是要么你底数相同，指数在变，你就启用指数函数；要么呢，你就底数在变，指数相同，你就启用幂函数。如果我的式子里又有对数的形式，又有幂的形式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引入中间量，各自考察你们是正的还是负的，是大于1的还是小于1的，进行一个初步的比较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。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新的类型。